哎，根哥你在干啥？稍微做一下健身。最近那个肚子有点大，自己有一些看不下去了，所以趁着没啥事的时候稍微锻炼锻炼。但是这个哑铃感觉分量实在不太够，它只有500克的一个重量，店里有没有更称手的东西啊？有的，当然有的。稍等一下。啥玩意儿？我去，SP4000，我试一下啊。这个分量差不多了，有没有更压缩一些的？那再加上这个这又是啥？ SP3000T 啊，这妥妥健身器材啊！这俩加上去之后，一下子比我这个哑铃要重不少的。这两个加起来快有2斤呢。这么重吗？对的。哦，对，500克加上一个600多克，再加上保护套，哇，2斤4两大概得有。接下来我就用这俩玩意儿来适当的锻炼锻炼了，希望可以把这个肚子给它减一减。好，咱们言归正传，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 AK 的这几个播放器到底该怎么选。因为目前摆在咱们面前的选择不少嘛，像3000M、3000T， 还有一个4000。今天咱们就用一期视频来简单的说一下这3个播放器之间的异同。首先，为什么会有开头的一幕呢？就是因为4000的这个重量啊，应该算是刷新了便携播放器的一个记录了，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15克。这个播放器您如果说想装在口袋里面出街的话，那您这个裤腰带可一定得选好，而且可能对于这个裤兜的深度还有宽度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否则的话放进口袋是有点压力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就普通的牛仔裤，放进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挺合适的，但是这里咱们还要插一个耳机的。所以不可避免的，当您坐下的时候啊，这个耳机的插头它会顶到您的这个腰部的。您如果说是日常通勤便携用的话，我认为这肯定会给我们用家带来一定压力的。所以如果说您使用4000的话，最合理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去买一个那个 Venus 的便携包，把这个播放器给它拴在腰间就可以了，就像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选择一个没有这么重、没有这么大的设备呢？答案自然是有的，那就是3000T 还有3000M 这2款设备了。3000T 的话分为2个版本，不管哪个版本，重量都是在500克左右的。500克左右的一个重量啊，如果说我们光看数值的话，对比 SP4000来说，只是减少了100多克。但是这个在使用体验上面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的一个自身感受就是，当我拿惯了 SP4000之后，然后再切换到3000T，一下子会感觉3000T 似乎有一点轻若无物的感觉了，真的是不对比就没有伤害。不过我依然认为500克其实还是有点重的，它已经逼近我们的这个极限了。所以作为一个随身播放器来说，500克我认为就是播放器的重量极限了，不能够再多了。而 SP3000M 的这个重量和我们的手机已经差别不大了。因为普通版的话是237克嘛，另外还有一个白铜版本是370克，就是 SP3000M 这个200多克的重量啊，拿在手上之后，甚至于会让一些朋友觉得这机器有点塑料感了，就是轻到有点不可思议了。所以有些朋友追求更好的手感嘛，他会选择那个白铜版，是370克，那个手感会更好一些。以上就是3款设备最直观的一个区别，也就是重量了。而在机身的3维上面，大家这样看会比较直观一些。这样看的话会非常的直接，其实高度的话是高了一些，而3000M 是最小的。所以如果说您像我一样经常在路上使用，对于一个设备的便携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的话，那我可能会更推荐您3000T 或者说3000M，而不会推荐您 SP4000。随着 SP4000的上市，之前老产品的风头似乎被新旗舰给抢走了，没办法，旧不如新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的设备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AK 目前在售的这几款播放器之间的差异。4000的话是4颗4191加4颗4499嘛，然后 SP3000T 是在刚刚的4+4的基础上面变成了2+2，另外 SP3000M 变成了一个2+4，就是2颗4191加4颗4499。虽然解码芯片不能代表一切啊，但是我们通过解码芯片还是能够看出不同产品的这个定位的。我们如果说光从纸面上来看的话，那4000毫无疑问就是目前的纸面数据最强的，对吧？然后3000M 排第2，3000T 似乎应该排在第3，对吧？但是这里面是玩出了一点花样的，那就是3000T， T 也就是 Tube 的意思，是带有电子管模式的。
那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的音色提供一个非常夸张的多样化。因为 3000T 它是有3种模式的，分别是晶体管、电子管以及混合，其中混合还可以设定档位。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您喜欢追寻不同的音色，想尽可能的兼顾到您手头的耳机，那么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SP3000T 反而会更加的适合，尤其是纯动铁耳机啊，比如说您有 U18T、U18S， 或者说您有仙女座。那这个时候，我认为3000T 反而可能是3台当中最合适的一台，因为3000T 拥有其他2款所没有的音乐包围感和声音的温暖性。当然了，电子管模式开启之后，在有些时候还是会能够听得出来一点点的杂音，这个没办法，电子管就这样了。咱们目前是这个混合模式，这里可以调档位，然后这里可以调电流。此外 SP3000T 还有一个优势是其他2款设备所没有的，那就是还有 2.5 的平衡口。大家不要笑啊，说小甘你怎么觉得 2.5 也是一个优势呢？新的设备都没有采用 2.5 的，那小甘你为什么还要强调有 2.5 口这一点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HiFi 设备，特别是像播放器这种，我认为它的一个使用年限不应该只有3年，或者说更短的一个时间。像我们见过很多用家 AK380、SP1000 这些将近10年前的设备依然在使用，依然在服役，只是电池可能老化了一些，然后音量旋钮可能不是特别灵敏了，因为是一个机械结构嘛，但是音质还是很好的。那既然这类朋友他在使用 SP1000 之类的设备，那他的耳机可能也是 2.5 的，对吧？所以 SP3000T 这个时候 2.5 的接口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就是您手头 2.5 的耳机在 3000T 上面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而 3000M 和4000都是没有 2.5 接口的。但是我这里还是建议您选购耳机或者说选购升级线，尽量不要再去选 2.5 的了，优先选择 4.4 的，因为 AK 以后的播放器都不会再有 2.5 接口的了。您的升级线选 4.4 接口可以转换成 2.5，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转换成 3.5， 而且在很多台机上面现在也有 4.4 接口了，所以我会更推荐您升级线的接口优先选择 4.4 接口的。那 3000M 的音色该怎么去形容呢？ 3000M 在我看来似乎更加的符合清秀这个特质。3000M 我们去听的时候会感觉到 3000M 的声音棱角会更加的鲜明，细节也会更加的突出，三频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但是3000M 的框架做的没有另外2款那么的大气。此外，在低频方面 3000M 收的也稍微有一点快，所以如果说您追求低频的氛围感还有亮感的话，那么 3000M 我认为这个时候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在音色方面 3000M 追寻的不是这个路子。不过如果说您喜欢听器乐女声或者说 ACG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3000M 就非常的合适了。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忽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3000M 的重量和体积了，真的是走到哪带到哪，而不会给我们的出行构成什么负担。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SP4000。SP4000 的材料与之前的3000是一致的，都是 904L， 这个材料自然会带来更夸张的重量。像 3000M 咱们刚刚说的是分为铝版以及白铜版， 3000T 的话分为 316L 的不锈钢镀银以及黄铜2个版本，而4000目前是只有 904L 不锈钢，这个材料的重量是非常夸张的，但是 904L 不锈钢的这个手感也是真的好，这个抛光面做的也是真的漂亮，但是沾指纹也是真的沾指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机器的背面简直不能看，像这一台的话就还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纹收集器的情况非常夸张啊。AK 的这个不锈钢抛光工艺，再配合恰当的涂层，所以在我们摸上去外壳的手感方面 SP4000 是今天3台设备当中最好的。同时 AK 这一次是有点学聪明了，就是之前咱们视频我不是一直吐槽，就是那个角很硌人嘛，对吧？而4000的话，几个边角都做了一定的圆弧处理，不是说不疼而是说没有那么的尖锐了，至少咱们比起 3000T 是没有那么的尖锐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的。在边角的处理方面，这一次 SP4000 我认为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那在音色方面 SP4000 与另外2款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最大的区别还是来自于这个 High Driver Mode， 这是一个高驱动模式。在这个模式下面，我们如果简单理解的话，就像一辆车的发动机多了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提供更高的输出功率，因为这个功能可以带来更加充沛的能量感以及更夸张的声音动态，也就是听起来声音会更有起伏的，上下两端也打得更开了。所以这个功能我一般会保持常开，但是这个功能开启之后也会更加的耗电啊。此外，像 EQ、Crossfade 以及 DAR 升频这几个功能我都是不开的，因为对于我们的听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一个帮助。特别是 DAR 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声音我感觉有点不是那么的线性，不是那么的自然的，所以 DAR 我也是不开的。SP4000 的音色如果简单形容的话，
那就是磅礴大气，自然沉稳，可以说是一款在调音上面集大成者的一个调音方向。相较于 SP3000的平和耐听、泛音丰富，对吧？SP4000是在声音的能量感方面有一个重点的加强的。因为大家知道，目前市面上的这个超级尖耳机啊，动不动都是10个单元起步的，而需要把这10个单元都给它推出效果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对于播放器的输出功率是有着一定的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听有一些混合耳机，甚至于感觉那个高频静电单元都没有再出声，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设备它是不能够将耳塞的潜力给它充分的榨干了。所以如果说您选择的是一个超级尖耳机，比如 AK 自家的 Novus 这种，那么我会更推荐您用 SP4000去搭。如果说你用 SP3000T 去听的话，它不会难听，只是说潜力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而已。所以在之前有很多朋友选择 EA4 这款耳放去播放器形成一个搭配，去推我们手头的超级尖耳机，比如说3000M， 出门的时候就3000M 搭配一个耳塞就完事儿了，到家之后就一根对路线接上 EA4， 然后去好好的推我的头戴啊，或者说耳塞，会获得一个更加好的效果。那么问题来了， SP4000还有没有必要去上一个独立耳放呢？对此我的看法是，上不上耳放之间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 EA4 是一个电子管耳放，对吧？而 SP4000是没有电子管的，所以加入 EA4 之后，我们所谓的档位或者说模拟位是可以听得出来的，这是直推与加耳放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3款产品的一些共同点吧。3款设备的共同点就是3个设备都标配了这个保护套，虽然这个保护套不是特别好看啊，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咱们也有那个迪格尼斯的皮套在售。另外3款设备的续航标称全部都是10个小时，也都支持18瓦的一个快充，但是标称归标称，对吧？就是这些标称都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测得的。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话，我自身的一个体验啊，本地音乐大概是7、8个小时的一个续航。如果说您使用流媒体的话，这个续航还要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再打一个折。3款设备的一个存储空间也都是256G， 也全部都支持 1T 内存卡的一个拓展。然后3款设备也全部都支持安装 Apple Music 或者说网易云音乐、QQ 音乐，不过这个方面存在一些差异，那就是3000M 以及3000T 用的是之前的系统，也就是半开放的或者我们叫白名单的一个安卓系统。这2款设备只能够安装 AK 允许安装的第三方 APP， 比如说像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还有 Apple Music、Apple Classic 这几个。如果说您想在这2个设备上面装一个王者荣耀或者说微信的话，那是不行的。所以这2个设备的系统，如果让我们去看的话啊，在系统层面它表现的会更加的纯粹一点，因为没有太多额外的功能。而 SP4000这一次是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变革，用上了一个全开放的安卓系统，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您愿意的话，在上面安装微信、B 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建议大家啊，千万不要安装太多，因为毕竟不是手机，对吧？咱们在这个应用快捷栏可以点开这个应用宝，到这个里面去安装我们所需要的 app 就可以了。但是这个 app 大家注意啊，安装完了之后直接长按应用信息，把这个通知给它关掉，以及再点一下强行停止。这个时候应用宝就不会常驻在我们后台了，否则的话它会加剧我们的一个电量消耗，以及带来机身发热啊等等的问题。3款设备在 CPU 的使用上面都是一致的，不过 SP4000的一个运行内存，注意是运存，增加到了8G， 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重度的流媒体用户，那么 SP4000我认为会带给您更好的体验的。好了，关于这3款设备的分享，咱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忘记跟大家说了，那就是售价。因为虽然说起来买新不买旧，但是咱们也要考虑到实际的售价，对吧？像 SP4000目前是刚上市的一个状态，售价是29888，也就是将近3万的一个售价。而另外2款，也就是 3000M 还有 3000T， 售价都是不到2万的。也就是说 SP4000与另外2款之间有1万元的一个差价，或者说更多的一个差价。那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理性考虑，因为毕竟1万多块钱了，对吧？大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设备的时候，不要说看到新款，那新款就一定好。1万多块钱的这个差价，我认为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熟虑一下的。3000M 是目前最小的口袋旗舰机，其他品牌都没有做出过这种设备。3000T 是内置有2颗6418电子管的 AK 旗舰机，所以在音色方面 3000T 的可玩性是最高的。而4000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设备，无论是在音色还是在驱动力方面都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重量以及1万多元的这个差价，对吧？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思考一下。好了，那关于这3款设备的分享，咱们就做到这里了。3000M 还有 3000T 在我们原生态的北3馆门店都是有讲解可以听的，而4000的话，目前只有咱们上海门店有的听，因为4000目前的一个销量还是非常火爆的，
有那么一点点供不应求的意思。所以广州和北京的朋友，如果您要听到的话，还需要麻烦您再多等待一段时间，后面会员充足的一定会第一时间拆样给大家试听的。好了，再次感谢大家听我唠叨了这么久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